Hello，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博德之门3》一个术士的一个推荐职业和一个加点。然后我这个术士的话是走的是个那个风暴术士，然后我是术士直接升到12级，然后3级邪术师、2级法师和2级游荡者。其实我是想升到20级，然后走3级游荡者，就多一个附赠动作。因为我这个术士的话选择的是那个明萨拉。明萨拉的话，他自己天生有一个技能，是用附赠动作来实现的，就是一个灵魂烙印。这个的话可以给队友增加那个移动速度，然后并且下一击增加一点额外的火焰伤害。如果我2个附赠动作的话呢，也就是说我同一回合可以给队友增加2次这个，给2个队友同时增加一个那个灵魂烙印，这个还是蛮好用的。所以我这边选择明萨拉作为一个术士，然后再把这个游荡者升到3级，就增加一个附赠动作。然后看一下我这边那个一个加点的那个顺序吧。然后风暴术士的话是升到中期才慢慢开始起作用，前期的话就是释放技能后会有一个那个附赠动作，让你有一个飞行能力。这个飞行的时候不会招致那个借机攻击，就是不会被敌人反击，你可以随时逃跑。这个前期也还蛮好用的，也看取舍吧。不过早期的话也可以考虑选这个幽影也还蛮不错的，这个能增加容错率吧，就是你不小心死了，它不会马上倒地，可以恢复一点生命值。然后这个的话，龙族血脉这个是可以增加一点护甲值的，这个前期也可以有一点用，就可以增加一些那个生命值和那个护甲值吧，这个可以没那么容易死。然后这个看取舍吧，反正我这边前期这2个我也用过。然后后期我基本上中后期我都是用这个风暴术士，这个你要是用雷电法术的话还是蛮实用的，这个伤害很高后期的。然后主加魅力，术士主加魅力，然后其他的话我是点那个体质上面去了，然后其余的就随便，只要是双速就可以了。然后术士主加魔法的话，尽量就是如果是走风暴术的话，尽量就是走那个法术，就是以那个雷电或者是雷鸣那个法术为主的，因为这种都是有一定加成的。一般前期术是必点的，成双法术是肯定是必点的，然后远程这个也可以，然后前面警觉也是必点的。我这边1级就有一个专长，是因为打了 model， 就是专长 model， 我每升1级都有一个专长。然后术士这个瞬发技能也是必点的，这个后期相当好用，就是每次可以用那个3点法术位来用消耗一个那个附赠动作来释放法术。如果后期再升一个附赠动作的话，等于你一回合可以施法3次，就是你有2次附赠动作加一个自己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同一时间施法3次，一回合内。然后法师的话，这个法术阻击是必点的。
那个风暴术的话，像一个这个经常会用到戏法，那个雷电戏法的话，是可以把这个点开的。这个战地施法者，这个是利用一个反应可以释放一个电爪，这个可以点开。然后5级术士和5级法是一样的，就会多出一些比较实用的那个魔法了，像这种火球术啊，就是已经带一些大面积的伤害的一些法术了，或者像这种雷电术。然后6级的话，你只要释放那个闪电或雷鸣法术在1环以上，基本上它就可以生成一个额外的伤害，闪电伤害或者是雷鸣伤害，还可以获得这个闪电和雷鸣的那个一个抗性。然后前期这个雷鸣波还是最实用的，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神技。就前期的话，这个靠这个来推敌人相当好用啊，主要是它带一个击飞的一个效果，而且是群体的。就有一小片的距离，然后这个风暴术升到6级，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招雷术这个升级，这个也非常实用。后期的话，基本上可以用到老后期。这个的话，因为你释放一次以后，你10回合内可以免费再释放这个法术。然后你队伍里面在其他人拿个什么水呀、拿个那个什么水瓶往敌人身上扔。让他处于湿刃状态，然后再用这个招雷术这种雷系法术来电，伤害可以增加1倍的伤害。这个就是玩风暴术的话，是一定要使用这种技巧的，就是要用那个让敌人沾水，想办法让敌人沾水，要不然用那个招水术，或者是直接用那个水瓶。我觉得个人推荐比较用那个水瓶丢比较好一点。那个水瓶丢虽然范围比较小，但是那个水，这个游戏的水特别多，就是那种小水瓶呢，到随地都是，你随便哪个队友都可以帮你丢那个水瓶，往敌人身上丢，然后给他施加一个湿刃，然后再用雷电法术来电，就伤害乘1倍啊。然后这里其他的法术就不额外讲了。如果是像什么走那个冰流或火系的那些，就是点其他的那些法术了。然后装备配法也不一样了，因为我这里推荐的是风暴那个雷电系的，我这边就法术就不看了，随便点吧。然后这个那个超模的话，后期这个高强法术这个也可以点一个，这个的话是增加那个法术的伤害的那个几率更高一点，可以让敌人豁免的时候处于劣势。然后这个11级解锁的一个额外的那个附赠特性，这个复制特性，这个是被近战攻击者攻击到的时候，你可以反击，然后直接就是免费像释放一次那个轰鸣术一样的那个雷鸣波，就是一次性把它推开，然后造成11点的那个闪电伤害，这个也蛮好用的，就是只要有近战攻击你就可以反击，直接把它推开。这个用来打断还蛮好的，打断敌人攻击还蛮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点像法师的话，这个技能简直无解啊！这个技能很赖皮的，就是放一道那个屏障，所有的人免疫一切伤害。这个我觉得是属于这个游戏一个破坏游戏平衡的一个那个无解的一个法术。这个法术基本上就是我实在是打不过了，我才会用这个东西，不然用这个东西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你直接放一个技能，把所有人往这里面一丢，任何人打不到你了。而且你对电脑用这个的话，基本上很无解的。我就是这个技能，我基本上除了实在打不过，我用过1、2次，我基本上后面能不用我都不会用这个技能的。然后这个是雷电法系的那个终极的一个技能，这个是伤害最高的一个，就是给敌人沾湿了以后用这个来电，这基本上伤害非常爆炸。然后后面专场我就随便点了吧。这个还有这个元素导师的话，雷鸣这个可以点开，闪电和雷鸣都可以点掉，这个是一定要点的。ヘルメットをかぶったぞ。スプリンドはもう持ったぞ。俺たちゾンビだ。然后术士的话，这个演员这个是可以额外点1级的，因为它这个可以让这个最大值20溢出1点，因为这个好像是很少游戏能知道的，这个是一个 bug 吧？应该它本来默认点这个属性点只能点到20，但是这个演员加的这1点魅力是可以在这个20以上直接加上去的。然后其他的话可以把法师也点开1级，因为这法师的话你就可以任意开启任意魔法，然后直接你只要有魔法箭轴，你等级达到了，你可以随意选择那个魔法。然后双持克可以点开1个，一般后期比较好的武器还是蛮多的，可以拿2把那个比较好用的武器。法师的话，一般是点那个预言派吧，这个可以在干扰别人的那个投骰子，一个骰子的一个结果，这个还是目前最好用的一个。现在这些我就随便点了。然后因为术士跟邪术师都是吃那个魅力的，所以邪术师这边也可以点开。然后这边我一般是选择这个法师的话，就是这个旧日支配者吧，或者是这个或者宙剑士，但宙剑士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不是近战，除非你走近战法师的话。一般就是这个重击的话，让敌人陷入恐慌。这个就是支配者。
其他这些就随便点吧。然后必点的这个苦痛魔爆和一个赤力魔爆。どの三輪車ちょうだい。頭にバターがかっていちゃう。脳みそを食べると。然后术士我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点，然后法师的话后面还可以再升一级，或者是升邪术师也可以。因为法师的话，你这边是可以自由选择这个卷轴的，可以随意选择。你只要拿到这个卷轴，你哪怕升一级法师，你都可以，只要你术士等级到了，你都可以学习你自己想要的那种高等级法术，然后在这里可以直接换。就你法师等级越高，你这个施法栏的这个可以换的这个法术就越多。所以我这里法师只点了2级，所以这边只有3个。那本期的那个术士的等级加点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吧，那下期再见。